哎，小伙伴们，大家好，大家好！看我今天一身游客跑步的状态，带着手机，带了块新的手表。手表是什么呢？看，高驰最新的 Nomad。这款手表不是一款专门为公路跑者来量身定做的表，它是一款户外探险还有钓鱼。户外的这个功能，从它的外观就能够体现出来，特别的感觉有那种旷野的感觉，是不是？为什么今天当游客来跑步呢？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录屏，伴随着它的更新，高驰的 APP 有了一波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可以在运动过程中用高驰 APP 本身或者手机的相册去留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很多美好的回忆，拍下照片，最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神奇的过程，把它整合到我们的运动轨迹里。我们今天走大阪城。高驰新的 Nomad 这款手表的定位是户外探险、越野、登山，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钓鱼。它有专门钓鱼的配件，但是我其实不懂钓鱼，可是我挺喜欢钓鱼，期待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自媒体能够评测钓鱼这一部分。1公里了，这1公里走走玩玩，跑了10多分钟。看看这个70年代世博会的时候的时间胶囊，真的特别想知道它里边埋了什么。机身重量41.5克，如果搭配硅胶表带的话是61克，搭配织物表带49克。这块表的厚度24毫米，我的手腕特别细。这块表用硅胶表带的话，我几乎扣到了倒数第2格，但是戴起来还是挺舒适，并没有硌手，而且也没有感觉有明显的重量感。因为这是一块户外探险的手表，所以它自然而然现在采用了 M 屏，并没有采用 AMOLED 的屏幕。这块 M 屏的大小是 1.3英寸，分辨率是260×260个像素，也是多频多星的定位系统。虽然它不是一块专门为路跑设计的手表，但是在跑步时佩戴也是很无感，屏幕看起来也很方便，也很清楚。同时高驰的其他的配件传感器它也都能支持，比方说POD 还有心率臂带，而且它可以通过其他第三方提供的地图数据来获得带路名的地图信息，还有等高线图。Nomad 这款手表的一个更新是目前它这款手表独占的功能，就是首次携带了麦克风，可以在记录的时候语音标记记录点和你当前的心得体会。其他的使用交互和使用逻辑和高驰的大多数手表是一致的，所以用起来非常的顺手。哇，停表2.73公里，用了37分26秒，特别带劲，跑跑玩玩。其实出来旅行，我在2019年之后严肃训练之后，以前出来玩，像去东京去哪儿，经常是这样，看一个地儿好看就照照相。唯一的区别是那时候停表。白天的大阪城好热闹啊！小火车刚刚过去，跟早晨的完全不一样，这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特别感谢高驰这个 Nomad 这块表和新的 APP 的体验的机会，让我能体验了一次不一样白天的大阪城，又找回了几年前那种外出旅行跑步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在萨尔茨堡，我绕着一座山底周长5公里的山跑了一圈，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妙的。现在想想，如果有这么一块户外的这种探险风格的表陪着我的话，再去欧洲，再去奥地利，再去因斯布鲁克的雪山的时候，应该是挺有意思的。像这样走走拍拍之后回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分享的画面。另外呢，通过这次体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灵感，现在还不能验证。我们回到家，咱们看一看，走。
哎，小伙伴们已经回到了家，咱们看一看刚才的那一场的运动的数据怎么样？看看高驰的新的 APP。我们启动录屏，哎，已经同步进来了，2.73公里。看，我们是从大阪城这边的 NHK 和大阪历史博物馆开始，最后呢，在大阪城的喷水池烘焙店结束，中间呢照了一些照片。你在这儿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放大地图，就可以看到当时拍的照片了。这是起点，在历史博物馆。你在同一个地方照2张照片的话，或者多张照片，会这样的形式来展示。在这儿我们拍到了大阪城的巡游小火车，它操作还是挺随直觉的，就是你看打开照片，手往下一拽就关掉照片。这个是大阪城的跑步路线的地面的示意图。特别逗的是，在这个地方刚进大阪城这儿，我正跟家属商量下一步怎么拍，这时候边上一位大哥带着全家跟这儿游玩，应该是走过来特淡定的说：“是黑影吗？”我说：“对。”大哥说：“这么热还出来跑步呀？”我说：“没有，本来是没出来跑，但是呢要拍一个东西，因为这个表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也不能说。”然后大哥就说：“那好，不打扰你了。”大哥就走了，特别的淡定，我也特别的淡定。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游客在这儿碰到好有缘呀，然后就追上去聊两句。大哥从深圳来，但是你们看到我视频中，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没有照片的地方，我是拍了照的。那是为什么这上没出现呢？是因为它不光支持用高驰 APP 里边的那个软件去拍照的功能去拍照，它用手机自己的相机去拍照也可以。它最后匹配的是照片的时间，所以呢，你看它这多一个功能，右边从上往下数第3个，这个照片有一个加号的图标，我一点，哎，就出现了。这些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在这次运动期间，它只会出现这次运动期间的照片。我们选一个，这个应该是快进到天守阁那个最后那个门的时候，我们点一下同步到运动，看。刚才这儿没有照片出现了，就是它，而且位置是完全没问题的。我猜它的这个技术的实现其实不是靠照片本身你拍照时候手机记录下来的坐标信息，而是就是靠时间。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是，比方说是11点03分8秒，那这时候的照片就出现在你这个轨迹11点03分8秒的地方。这样的照片还很多，我在这儿拍了2张，你看我刚才选的那张就没有了。然后天守阁底下有一张，这儿有一张，这儿有一张，我还拍了这个特别好看的楼梯，还有对刚才那个剑道馆我还拍了。我们把这些都导进去，你看这儿又多出来一张，这是一个就是你们看柯南里服部平次弄的那个，就是那咔一下，就是那个剑道馆。早上起来我跑步那时间在这里边大喊大叫的，就是特别逗。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多出来一张，这地方当时特意测试，一张是用高驰 APP 拍的，一张是用手机自己的相机拍的。这里不得不说，高驰的 APP 有一个那个拍摄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它不支持摁iPhone 的这个音量加减号去拍照，自拍就不太好操作。而且呢，高驰的那个 APP 里的拍摄是不能调用广角相机的，所以自拍的时候我都是用手机的相机。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了天守阁，拍到了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时间胶囊。这个是1970年大阪世博会，就是大阪现在办世博会呢，对吧？上一次买下的一个时间胶囊，特别好奇里边是什么，但是不拆封，就在天守阁的底下。然后紧接着到了大阪城的城楼底下，拍了2张照，1张、2张。你拍多少张，它就在这个地方就展开了。然后之后到了大阪城一个高处，拍底下的护城河里的游船，还有远处的景色。这种就是边走边拍，就像刚才节目里大家看到的。然后它不光是能拍照片，你看还能拍视频，看到没？这是一座桥，这座桥叫极乐桥。但是好像在高驰的 APP 里这样拍摄，它的防抖处理的不是太好。对，我建议还是用手机来拍视频。但是这又涉及到，就是高驰的 APP 它又涉及到不同的机型，安卓、iPhone、安卓的不同机型，看它的防抖是怎么调用的。
然后他拍摄视频的时候，他的这个照片出现的坐标这个位置是开拍的时候，不是结束的时候。我是在这个地方结束的，哎，这个景色还可以。然后我们就上了大阪城的大坡，上大坡的过程中就没有再拍照。之后来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阪城里好多这种不让走车只能走人的栅栏，上面是金属的，应该是麻雀。然后这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我用手机的广角的镜头拍摄的一个特别好看的特别高的楼梯。最后我们回到了大阪城，它其实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其实大概差20-30米，但是它是会归到一起的。然后最后一个视频结尾，弄到这儿我就突发奇想另外一个玩法。因为我本身是做技术的，我可能对这种东西比较敏感，我大概能猜到它是怎么回事。它其实就是利用了相册里面照片的 EXIF 里边的时间信息来匹配的。所以以前有的比赛，如果我们买的官方的照片，它给到的那个图是原图，里边有准确的那个拍摄的时间，而不是它最后打包生成你下载那个时间的话，那我们以前的比赛也可以用，不一定是新的设备来做的。以前跑过的比赛，以前跑过的步都可以把照片弄进去，不仅仅是比赛，您出去比方说几个人朋友一起跑步拍了照的都可以。而且甚至其实不是高驰设备跑的步，如果你能把数据导到高驰里也可以。我们找一场比赛试试看。时间一下子来到了2022年11月6号，北京马拉松，这是我跑的最后一次北京马拉松，之后2年都没有跑。我们来看看当时有没有照片啊？点，哇，真的有这些，你看都是官方的，而且北京马拉松其实很专业的，你看它带水印的照片，它的时间也是对的，这点特别好。就有的带水印的照片，它一处理，它照片的信息就给你抹掉了。但是北马还是很可以的，那我们就选一些吧，看看啊，应该是从开始到结束的顺序。你看这张，在领跑一个大方阵，这时候刚几公里，然后到了这是哪儿？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这是哪儿了。找一张这个有水印的，然后这个地方。那天特别冷，北京看着大家都穿的长的，我戴了一个棉帽子。然后这个地方是哪儿呢？这可能挺靠后的了吧？这么看真的我都不知道是在哪儿了，很尴尬。我总说在取水点应该放这种高速相机，你们看这种照片真的特别带感，真的特别带感。这张还不是最好的，这张是我最喜欢的，这张是我最喜欢的。然后之后就一直跟着这位兄弟穿了一个黑马的背心，好几年的比赛，我好几次北马我好像都跟过他，这好有意思啊，不一样的回忆。就是唯一是你这种买赛道照片，你看它其实一个场景有好多张，一般他们都是连拍。找一个拐弯的，这是有人跟我打招呼，对，这可能已经快结束了，这时候已经放弃了，这时候已经放弃了，就放弃240了，瞎跑了。这是那个最后几公里有一个小拐弯的地方啊，用这张吧。行，差不多我们选了15张，我给它放下去啊，点同步。它这个转圈的时间应该是从 iCloud 上再下载，看厉害。看这个地方2张，对，我记得应该没错，这个地方就是还没下长安街。然后这儿右拐就到河边了，这儿应该是在河边这条路。然后这儿是一个水站，这地方快到半程了，然后这儿就已经相对比较艰难了。我选的照片都是后边的你看它这个看到没？它跟手机的那个地图照片是一个逻辑，你放大其实它会给你散开的，也不全是都给你顶在一起。看这折返这儿。到这儿其实确实已经知道没戏了，
元大都那个方阵，那天他们是241还是242，那时候已经领先我200-300米了，就是他们已经拐过来了，我还没拐过去，还看到了他们。哎，北马最后这个弯弯绕绕结束，到这儿结束。最后这儿的照片反而很少，就景观大道的照片反而很少。那我们弄完这个以后，我们能干嘛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享出去，对不对？然后我点这个轨迹视频，就是刚才那个，但是你发现，哎，怎么照片都没有了？然后这个地方是要这样，再点一次添加，它会把你刚才加的那些列在这儿，就不是所有的了。你再去选，这样再去选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稍微的，你看，比方有的人可能会调整一下，有的人会不调整。差不多我们就都选了它吧，添加一下，然后还可以选个音乐。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以上就是所有关于高驰这款新的特别有户外范儿的这个 Nomad 的手表，还有他们新的 APP 的一个使用体验。我觉得这些年看高驰的产品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迭代，手机的 APP 也一直在迭代。我觉得未来可能是硬件和软件都是在快速发展和激烈的竞争和进步的这么一个时代。这2年我也能感觉到各个厂商、各个品牌都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了硬件和软件的迭代和优化，还有开发的新功能中。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至少对我们用户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因为跑步这个事情，其实优质的运动寿命没有多久，很期待能够在有限的运动生涯中去体验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东西。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